好了，那么今天呢是带给大家这个《三国战记2 P》啊，为什么不是3P 呢啊？《三国战记2》P 呢就是 PLUS， 传说中的这个就是这专业版了啊，这个咱们都懂了啊 Plus。那么当然呢，咱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中文名字呢叫《三国战记2群雄争霸》啊。小狼呢有一个 QQ 啊，这个分组就是群雄争霸啊，那里面装的全是一些女孩子啊，这个。好，当然这个咱们先不说这些有的没的啊。那么目前呢，这边呢，今天做的视频看，看这个标题都知道是智孔明。为什么要说这个智孔明呢？啊，它用智力的，外表看起来除了衣服之外啊，跟这个普通的诸葛亮呢差不多。但是这个诸葛亮呢，它是有什么不同呢？它基本上都是用一些策略的，比如说什么混乱计呀。啊，或者说是像那种减对方防御，类似于像《梦幻西游》里面那边啊那个方寸山类似于这种技能啊，这种感觉，包括呢还有类似于像白虎的技能，就是说，白虎是一个神器啊，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就是青龙白不是日本的4大神器啊，这个你们也懂的啊，传说中门帘、九重馒头啊、蝴蝶啥的。当然这个怎么说呢？它这个放完之后呢，敌方就不能主动进行攻击，还有一个呢是降低对方的这个防御能力。这个事实上呢，还有一个必杀呢是类似于像庞统的一个必杀，当然这个智庞统呢也有这招，就是一个天神下凡，一个火神啊，空中摆出了一个帅的男人啊，然后呢这个满屏的 AOE 定屏攻击。这点呢，就是稍微的能弥补一下这边的这个智孔明的机动性的不足。有的时候呢，他需要清兵的时候啊，包括需要这个秒杀这些小兵啊讨厌的时候呢，他可能有一个东西来这个总比没有要强。但是呢，他这个发的如果一旦定屏的时候呢，这个 BOSS 练了一个小无敌的招式，所以说这个定屏的招式呢，很可能会定屏失败。不过呢，失败也不要紧，他还会触发这个火焰的伤害。类似于像普通庞统的这个上下跳的这个雷公。但是呢，这个普通的这个诸葛亮呢，他除了这个下线 A 之外呢，他还多了一个特殊技，就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前奏一个姿势啊。当然这个姿势呢，看起来好像很嚣张，其实用处呢不是很大啊。这个是一个左右加上 Y 轴一点点的范围攻击，事实上呢，这个能打2连啊。当然这个用处呢，咱们就先不扯那些有的没的。第一关来自于夏侯惇，今天咱们做这个智孔明的一命通关，来自于招降这个武将，传说中的这个能招降的全招降的全武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这个走曹军路线。那之前咱们包括小狼自己玩复制版本啊，做的是这个吴军路线。吴军路线呢，因为他能拿那个赤锋剑嘛，就是电剑啊，赤锋啊，内蒙古当然说这个啊，这个跑偏了啊，名字就这么回事儿，一个红色非常锋利的一把剑啊，带电啊。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比较简单，咱们玩这个曹军路线，而且不能复制。小狼呢带给大家解说。那现在呢，这个血量只要过3%，就可以回身烧一个4个炸弹，把这个轰走。当然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要招降武将呢，就可以烧掉之后呢，马上呢这个选择 B 路线，就是说。这个我要招降你啊！这个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你说这个逼样啊！当然，这个独眼夏侯，好，炫气归降。这样的话呢，如果选 A 的话，就是张辽啊，这个五子良将出来救一下；选 B 的话呢，他就不服啊，就装逼开干。但事实上呢，这个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难度了啊，就已经这个兵败如山倒了啊，这个血量也不是很多，然后呢，仇恨呢，包括这个人呢，也可能变得也不是很厉害吧，这事实啊。这个反正还就加点血，就这么个情况。当然不建议啊。其实这个打夏侯惇呢，如果说这个你想要以普通的方式去招降这个甘宁的话，那你一定要用这个夏侯惇。也包括呢，像打这个第3关张合的时候呢，是需要用一个用一个玄武神器，然后呢无限用这个夏侯惇的元军令来打这个孟获，实现这个达到30万。就是这个情况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赢掉之后，他就被招降一个元军令，然后还会爆出一个锁子甲。如果说这个你要是不招降他，也不用计策打败他的话呢，这个衣服就没有了，只是一个普通的青铜甲。所以说这个任务呢，该做还是要做。不过呢，群雄争霸这个游戏呢，它基本上把任务这些东西吧弄得有点
非常模糊，而且呢，这个没有等级的限制。那么武器呢是多了很多把，所以说像这个游戏呢，它比较适合，咱实话实说啊，没有别的意思，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玩呢？比较适合那种，哎，就对这个《三国战记2》有神秘感的这种新手来玩。那老手呢，一般都玩这个《三国战记2》最原始的版本啊，也不都说最原始，就是《三国战记2》这个106或者100、103都可以。这个群雄争霸呢，不是说它不好玩，群雄争霸呢，其实它挺难的，你知道吧？群雄争霸它难就难在它没有补给品，补给品非常少，但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就可以复制。啊，这个复制起来呢，那就当然这个跟补给品没有关系，有大人参，有那个无限香、无限神龙骨水，那就简单了。小狼也做过。那么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你像这个玩这不可复制的呢，它对于新手来说就是一个噩梦。所以说，你像一般游戏厅里面，它都是这个群雄争霸的这个版本啊，《三国战记2》很少。那小狼那个在06年的时候，在这个深圳的时候啊，在深圳工作的时候呢，在一个游戏厅里面看这个都是《三国战记2》，没有群雄争霸。显得我有点不太适应，因为《三国战记2》呢啊，经常你看那个宝物啊，虽然说也可以手动发，但是那个宝物里面居然有必杀，除了武器之外，还有什么又是士气啊，真玩不明白，还有等级。而这个群雄争霸呢，几乎就是没有等级。你看这个不是说几乎，就根本就没有等级，而且宝物非常多，玩起来比较简单。必杀呢，无非就是后前跳、下上跳、上下跳、正摇跳，大正摇跳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必杀。然后呢，一些这个特定的道具呢，你只要包括密室，你只要遵从这个正常的条路上，这个攻略上打开就可以。而《三国战记2》有很多变数，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达到等级怎么样啊，那就是必须要，比如说要配合让这个，比如说让这个很多人让把这个张飞喂饱，进什么白兔密室啊等等之类的啊，就稍微难一点。咱们这个，但是这个不代表这个《群雄争霸》这个游戏它就简单。刚才我也说过，它补给品非常少。如果你不复制的话啊，你就千万要小心，就尽量避免受到伤害。这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三国战记2》呢，它难点就是说呢，表面上看起来你能秒杀 BOSS 啊，但是你不晓得啊，这个 BOSS 呢一个不小心也能把你秒杀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有利有弊。当然这个可玩性呢，咱实话实说各有各千秋，咱们也不做过多的解释。趁着这个时间，诸葛亮呢在前2关是没有任何的特殊武器，那宝物呢是有一个啊，你比如说有的诸葛亮呢比较喜欢打这个气儿。当然，如果说不可复制的话呢，可以走上路，走这个林间有一个黄袍。这个黄袍呢不是那个《西游记》里的黄袍怪啊，但也差不多，意思就是说攒气、集气的速度加快。不过防御率呢变得很低，而且不防很多东西。你像这个捡上这个锁子甲，防御力高不说，还能反正各种东西吧。你像包括像待会儿的明光铠，防火、防什么之类的啊。这个虽然说防御力跟霸王铠甲一样，但是据目测呢，据正常的感觉来讲呢，还是这个明光铠稍微好点，比这个霸王战甲要好多了。包括你像有人捡蛮王战甲，蛮王战甲呢，当然这个就是物理防御是非常高。这个怎么的都行啊，包括还有一个可以让你变成这个硬汉功能的一件衣服，但是这件衣服呢是可以让你变成硬汉，也就是霸体。缺点呢就是还是一句话，防御力低啊，防御力低呢还有什么好说的，是吧？好了，咱们先不说这些有的没了。第2关曹仁，曹仁呢要招降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啊？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用他招降他之后，用他的这个援军令来打牛筋。这也是一般啊，这很多人来啊。咱们看这次普通攻击的时候练一个必杀，这个必杀呢是促使他不能主动进攻。这样的话，好的，再加上一个混乱，再加上一个必杀，他练完这个招式之后就变成傻子了。咱们可以看到啊，这边呢是1、2、3、1、2，然后前冲到后面，这个不能算连击。如果说算连击的话呢，它3点连击过后呢，只能再接这个追加正摇 A。所以说呢，它可以利用前跳打这个 BOSS 傻。如果要是手动让他傻的话，就给他放这个所谓的这个必杀，比如说就是刚才那个不是混乱之际啊，放成那个就是类似于白虎那个叫什么技忘了啊，咱也不知道啊，反正这个意思。好的，利用一个向上 A 打掉招降，一个明光铠加一个肉串啊，那时候就是肉串了，我去。当然这个事儿挺怪的啊。据说这个馒头啊，不是九州门帘子啊。据说这个馒头是这个诸葛亮发明的，但是那个时候馒头可能还有把什么肉放里面，就好像跟包子似的啊。这事咱也不太清楚。这样的话呢，第2关也结束。对于这个诸葛亮之外呢，你像第1关呢是有关羽的这个青龙偃月刀，
第二关呢是有匕首和这个雕成的匕首和巫刀，也就是这个庞统的巫刀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包括呢，还有这个黄忠的一把弓箭啊，是在这个河道上。但是这个事实上呢，你像第3关的话，武器就非常多了。赵云有一把这个红梨枪，然后呢，诸葛亮呢是有一把这个扇子，啊，这个就是整个诸葛亮的核心武器啊，其实就是这把扇子。在衣服方面上呢，这里面也有很多衣服，比如说踏云天衣。这个过任务呢是需要放这个老头走，然后在下蹲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给你一个民兵册，加上一个踏云天衣。如果说你不蹲下啊，不表示这个谦虚，或者说就是不给老人让座的感觉啊，然后呢你就没有那个衣服啊，就这个意思。当然事实上呢，这个第3关还有一个神龙骨水，对于这个必杀控的人来说啊，神龙骨水呢也是有必要的。而且呢，这个神龙骨水呢还能招降这个张合。如果你想要招降张合的话，一定要把这个神龙骨水扔下来给他，然后呢，他还会呢还是那个士可杀不可辱那个感觉啊。其实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投降可以，但是不能那么龌龊的投降，我得跟你拼一下，不能让你瞧不起我啊！你就这个意思啊。咱们看看现在呢这些，上面一个密室。这个密室呢，其实没有赵云的话呢，不用管底下那个胖子。那个胖子呢，他会利用这个踢石子儿的这个功夫啊，咱也不知道是这个三国时期也会玩溜溜，不是怎么回事啊？踢石子儿，把这个箱子给踢走，这样的话，他那个梨花枪就没了。好了，一个老头儿，这时候可以下蹲，下蹲一个老头儿，你看啊，背一个小斗笠啊，义薄云天，看这个逼样啊。当然，这个事实上咱们可以看到，衣服呢其实没什么用处，这个衣服呢其实。最有用的就是张飞，但是张飞呢，如果要是真说要获得这个丈八蛇矛，也完全也不一定非得用上这个天衣啊，他只要这个走别的路线，对吧？在当阳这个桥啊，直接一声大喝啊，给一个叫做孟获的傻逼吓走之后呢，孟获临走之前扔一个丈八蛇，这哪跟哪儿的剧情啊？反正我想想，我觉得跟精神病似的。后来发现呢，这个没法可言啊，也就这么回事儿。好了，这边是一个大正摇跳，这个呢并不是下前跳，而是后下前跳。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刚才的这个必杀。当然呢，有一些小补给品呢，其实越是像这种，你像它不能复制，所以说这个小补给品呢就是非常牛逼了啊。单 A， 然后下蹲再单 A， 这是一个小尾连啊，这种类型人打小兵比较好使。像这个重骑兵啊，你表面上看起来咱们的高手打起来非常简单，几套招就把这个对吧？这个小骑兵给打死了。这是他站位站得好，卡歪轴。如果说你们不好，被对方冲一下啊，你这个血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呢需要注意一下，一定要注意，打完这个下完之后，躲开对方的一个跳跃弓箭，马上把上面的这个给打下来，是有一个鸡腿，上面那个冲车是给一个大鸡腿啊。大家都知道大鸡腿呢，这个是相当于一个大包子啊，在正常的三国战绩当中，所以说大鸡腿的这个补血量是非常多的。咱们看这个地方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是单人通关，或者说非这个普通的这个诸葛孔明通关，他没有八卦阵做掩护，他怎么才能拿到这个火扇？一会儿呢，咱们看看这个机智的玩家，他一定要留一个小兵，这个小兵还不能对自己向前移动3秒做出一个威胁。咱们可以看一下，跳过来，好了，这个地方扔出一个阿斗，这个不要捡，捡完之后就进不去了，往下卡，先拉回来 ，A 2下，回身再 A， 留一个弓箭兵。好的，这样的话呢，在这个位置上一个毒瓶，其实也不用毒瓶，只是为了他往上走的话晕他一下。一定要在没有这个小兵干扰的情况下，连续拉前。你站着井边还不好使，必须要连续的拉前。拉住前之后呢，这个就会拉住前之后呢，就会这个3秒钟之后就会跳进井里。你还得点一下跳啊，你不能就冒蒙点。那么刚才有2个宝物，一个是反刃甲，还有一个是五子兵法，就不用要了。这个地方咱们看一下，1 2 3 1 2 4，哎，好的，这个小兵立功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打的也并非很顺。BOSS 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小兵在边上啊，这个唧唧歪歪的。你别看是一个小，你看啊，有小兵在，他呢在转身的一瞬间就不敢啊轻易的这个去做这些事。好的，咱们可以看一下，招出了一个必杀，躲开一个位置。连续单 A 火扇，这样的话可以利用后弦 A， 没有利用后弦 A， 而是选择他不主动攻击，回身再单 A， 想要追地，咱们可以看到还是要把它扔到后面是比较爽的。看这边孟获呢是骑着这个大象出来，正对着对方身体放一个民兵册，然后回身再追一个地，看看这样的话双 boss 呢稍微有点难。
不过呢，孟获是个傻逼，咱先不管他，咱们看看回身再单 A 一下，再单 A， 漂亮。啊，当然第3关还有一个武器呢，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调出这个方天画戟，招降这个张合之后呢，连创3下就会撞出这个真方天画戟啊，带火属性攻击的，也是非常的给力。咱们看一下再追地，好的，直接追死。这样的话呢，是需要一个神龙骨水。好的，这样的话，这不招降这个武将。不准备招降这武将啊，这个所以说这个那看来小狼是这个跟大家开玩笑了啊，之前的说话不算啊，这个武将呢，其实招降的话代价蛮大的啊，你像不可复制。好的，再扎，这时候都不放宝，而是选择连招连死，这样的话呢打不了多少分。你像呢，如果留下了很多血的话呢，放一个玄武神器，无限的利用这个下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翻天斩呢虽然说很给力，但是毕竟呢，如果要是打到后期给一个报复去了啊，这个 BOSS 的这个属于这种你多数连击之后呢，它的伤害可能会削弱，变成一丝一丝的血啊，所以说这个就可以让你刷分嘛啊。而这个审题还是有一些问题。这个拿到录像的时候，我以为是招降全武将啊，后来发现不是啊，咱们就算了。咱们看看这一次是火烧连环第4关，第4关呢也是有很多武器，除了赤峰以及孙权的一把减攻击力但是加连段的武器啊，就这个事儿呢，给人一种感觉减攻击力好像不是很好，但是呢它加连段，在大大的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输出，而且以及牵制能力。不过事实上呢，在打武将对战呢是没什么太大用处的。咱们先不说这些有的没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还有这个诸葛亮的赤峰，以及这个你像这个吴钩，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庞统。他呢有2种方法获得这个吴钩啊，一种方法就是打完牛筋，快速在一定时间内快速打死他，不仅能招降牛筋，而且还能得到这个吴钩。可是呢，这个还有第2种方法，这第2种方法呢，咱们就有机会再给大家做吧。而这个武器呢，个人认为对于庞统来讲呢，主要的输出技能是必杀，加上小莲花或者必杀加上下上 A， 普通攻击呢就是吴钩，就是最后一点稍微凶一点啊，最后一点是3连段。啊，当然这个咱们先不说这个有的没的，身上留一个刀兵册，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你选择走 A 路的话呢，就直接追击曹军；如果要是选择 B 的话，就是反击追兵，诸葛亮会拿到赤峰。咱们看现在走到曹军路线上，而且曹军有一个密室，这个密室呢对于诸葛亮来说呢，这个就没有什么，就理论上来讲就有点水分了，没什么太大用处。一个朱雀神器啊，一个朱雀神器加上。乱码七糟的玩意儿啊，咱们不去扯这个东西啊，不是朱雀神器，是青龙神器还不是什么，忘了啊，反正有点懵啊，不对，青龙神器应该是在下一关。反正呢，总体来讲呢，这因为长时间也不说咱们这个三国2了，因为毕竟呢，这款游戏虽然说我认为是挺好玩的，但是经典程度呢，还是在这个咱们观众眼前呢打了一个折扣啊。不过呢，其实呢，如果想就是对这款游戏还是有神秘感的，你小的时候呢。一般可能游戏厅也会有这个游戏，尤其是复制啊，你们可能不太理解。而且呢，这个游戏呢，刚上手它不会玩，包括还有很多的密室。你看《三国1》里面不是说密室的问题，你只要知道怎么进就行了，你不需要什么又打装置，这个打几下那个打几下的，特别难。那么呢，这个你如果小时候对这玩意有神秘感呢，你可以多看几期视频啊，哪些人的宝物怎么拿，什么样的特殊衣服怎么捡，对吧？什么武将怎么招降，怎么秒杀啊，怎么各种各样的东西，看看这还可以。而且呢，如果说不进密室的话呢，是有一个人参，这样的话呢，打死这些水兵之后呢，是有一个人参啊，这个威灵仙，你看这名起的。威灵仙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幅度的增加自己的这个传说中的。来，咱们看看现在是要导一下这个排放顺序呢，要导一下。好了，一会儿呢，即将打这个 BOSS 呢，就是牛金。牛金呢，之前咱们一直都说过啊，是曹仁的部将。这点设计的是很好啊。你像这个诸葛亮，他用这个曹仁，用曹仁来打这个牛金，就是非常适合。你看，好的一个反身位。这样的话，对方起身就会往背向的地方打，而且呢，只要你看啊，这个伤害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多，对方那么多血，但是呢，你看啊，这个发生频率非常快，只要一起身就可以打。这个时候需要单 A 一下，然后正摇跳，用单 A 打取消，正好拉起身，马上再跳回来，
好的，扣回来，这样的话他还是背对着自己。可以看到啊，而且这个X 加上一丁点 Y 轴的这个判定呢，会帮你清除小兵。咱们看最终呢，这个牛津也是爬起来之后啊，说了一句话啊，说必将竭尽所能。你说魏国的将领这招降啊，也挺简单的啊，你只要把他打服，哎，你只要把他打服，哎，就能招降。哎，这是魏国的将领啊，你打服了，觉得你牛逼，他就跟你。哎，这个吴国的将领是你必须让他，哎，比如说你分多，啊，你必须得分多啊，你要有技巧，你光打得快也不行，你得有技巧。啊，你招降吴国的将基本上都是，哎，多少万，哎，我给你。啊，你给我多少万，我给你啊！像什么甘宁20万、30万，什么周泰40万啊！你没有钱我不行啊！像吕布也是啊，吕布你要打真吕布，你必须得有70万，你没有70万，你没有不给你令牌，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游戏也挺有意思。你像就是没有啊，一直像三国类的游戏呢，除了像这个日本光荣公司啊，它出的这个真三国无双系列啊，基本上包括一些策略型游戏啊，或者说是像网游。基本上就没有说，你像尤其像这种街机游戏，就一般都是以蜀国为，这个首选啊，就觉得蜀国是主角啊。这包括像《三国演义》也一样，咱们看一个毒瓶在《群雄争霸》里面，这个毒是避晕的，一个传说中的孙子兵法。这个孙子兵法是有什么用呢？就是加大自己的攻击力。好的一个霸体，这个时候呢要扔一个。传说中的小莲花，这个莲花呢是非常给力的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血量伤害非常高。再一个毒瓶又是没晕，这样的话只能找一个机会练大必杀。好了，又是晕倒，单 A 追 D。如果是在屏幕里面的话，还能再追一下。咱们看现在需要放一个东西，好，一个传说中直接的封招，对方不能练招。类似于像沉默必杀一样，最后一点血，时间还有很多。如果要是想招降他，还是那句话啊，哎，刚才血杀没有打中，单 A。好的，这一下 A 掉之后呢，这边的徐晃呢，在时间的这个，你看这个是威名远播啊，某福也。只要快，这个魏国就是属于控人妻的快男啊。这吴国就是玩萝莉的这个分男啊，你就要有技巧，吴国有技巧啊，你才行啊，你这个意思啊，精神病啊。好，选择了走上来之后呢，一会儿有一个大上坡，这样的话呢，由于你招降他之后呢，一会儿会帮你打开一个门，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提前啊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像许褚之类的人物当中，因为华容道嘛，你懂的啊。这个传说中华容道，你像之前玩《三国战记2》有华容道6将，这个呢就是一个特色的玩法。但事实上呢，你只要招降了，就没有什么所谓的6将几将了。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招降这个夏侯渊的话呢，还需要夏侯惇啊来进行这个招降。如果说你想要招降这个许褚的话，你一定要用这个元军令打死他。然后呢，包括呢你本人落地之后呢下蹲啊，也是一个非常谦虚啊，才能招降啊。当然这个也是要快一点啊。这个事儿呢就这么个情况啊。好，咱们看现在呢这边打下山谷当中，这个位置呢一个叫做徐晃的人啊，前方必有埋伏，一把开山大斧呢直接当这个先锋啊，必有埋伏个毛啊，那你都投降了，那他妈，咱们看许褚啊，虎吃，好的回身站在他身后，你看这个刷点啊记得都很清楚啊，就相当于你们玩什么传奇什么这个双头血魔、双头金刚刷在哪儿啊？什么赤月恶魔啦，什么红拳教主啊，这些刷点啊，一定要找到这些刷点啊，否则就揪住了啊。咱们看现在这边，其实大胖子好打，难打的是小胖子。小胖子呢，还不是那种像肥那种小胖子，他还能踢那个小石头啊，有的时候还会扔石头啊，这个具有很强的这个骚扰性。所以说一定不要小视啊，这个小胖子能清掉赶紧清掉，千万不要这个。留在这个身边啊，从后方你看扔石头，还好呢，这边是利用前连续的追击，否则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的，这边虎狮直接扣过来，放一个地鼠柳子，打到对方身后，连续的单 A 完之后转身，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这个取消方式。好的，再追地打死，趁这点时间可以躲开对方的一波攻击，2点、3点、4点、5点，非常有技巧，非常有节奏，然后再打一个追地。回身呢，把这个小胖子打掉。打这个小胖子一般是用火扇的话，就3扇子就打死了。
好了，等他走上来之前啊，一个牛筋，但是虽然说不能练招，但是对方还是有一个收招的动作。咱们看这个地方可以刷分，接一个向上跳，这样的话牛筋呢就没有这个援军令，换成普通剑。咱们看现在打起来呢比较有技巧，躲开这个位置，回身反身位1、2、3，打身后1、2、3。怼过来，他不敢跟这个对方跟这个 BOSS 绕弯子，因为有人小兵大石头，搬起这个石头打自己的脚啊，非常烂。连续的正摇 A， 这样的话最后一点血，好利用这个开山斧，连续的单 A， 是不是要撞死或者说是跳砍一下？咱们看看啊，这边是要撞一下，然后直接跳 A， 这时候呢马上呢可以利用下蹲。好的，这样的话，何不归降，再展雄风啊！一下你看啊，又招降了啊！当然呢，非常可惜呢是这个张和啊，这个由于这个神龙古水的敏感程度啊，就没招降。这样的话可以走左右两路，左边那路呢是可以选择关羽的这个什么凤阳燕翅刀吧，什么玩意儿的啊。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青龙神器啊，就是刚才我说错那个啊，就青龙神器。加上这个张鲁战袍，张鲁战袍呢一般是法师啊比较喜欢的。张鲁呢，其实在三国里面，我就感觉他是个山屯子啊，他是个精神病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咱们看这有一个火，烧开之后撞一下，这样会开启一个小密室啊。当然事实上呢，我想说，你说张鲁算是哪根葱啊？还张鲁战袍，但是不得不说，他防御17%，这是其一，是非常不错的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它特别牛逼在哪儿呢？就是说它可以防很多的什么雷电毒，什么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咱也不知道到底防什么。你们可以看一下攻略，咱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撞开了密室，走过来之后就是传说中的青龙神器啊。什么叫青龙？就男的把毛剃了啊，这个女的把毛剃了叫白虎啊。这个玄武是什么意思？神龟。好，青龙神器，青龙神器呢需要注意一点呢，很多人认为青龙神器放完了之后就是无限放气儿，这个是没错的，你可以无限练必杀，但只有一个人能连。当然除了这个事儿之外，还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你感觉是放气儿，但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的气儿用完，否则你感觉好像是那个时间你无限练气儿，结果呢你身上还有2、3颗，或者说满气，你放完青龙神器，你以为那些气儿还会留着吗？啊，我会告诉你啊，那是不会的啊。所以说呢，你尽量把自己的气儿用完，然后再用青龙神器。当然这个情况你可以看到有白虎有青龙，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有白虎有青龙的话呢，就一定要放在曹操上。你要打死曹操，必须在有2个神器的情况下，这个民兵策杀死这个曹操。然后呢，你懂的啊。然后这个最终呢就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呢，这还有一把特殊的武器叫乌羽，这个乌羽呢，其实说它是神器，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精神病神器啊。这个武器跟2逼似的啊，可能一般人都不会用。为什么它没有用呢？因为它只有一次性攻击，也就是说呢，它打完之后呢，连追地都追不了。所以说像这个武器呢啊，就打完是爆的啊，所以看起来很嚣张，有点类似于像这个太阿剑一样，但是这个武器着实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精神病一样啊。就好比咱们这个 MS370一样啊，传说中这个马来西亚找巫师，我操，这个精神病一样啊。咱们看现在好了，这一次是程昱有点茅山术士的感觉啊，召唤出一个传说中的小木头人，小木头人呢是木属性，所以说比较怕火。你比如说你用这个小火扇啊，这连 A 它3下就是 A 死，包括你像用一个小土雷也可以。木属性代表什么？木属性代表生命啊，包括你像火影忍者什么的，也看的也非常专业啊。但事实上呢，这个事儿呢是这么个情况。不过呢，这里面的木属性主要是为了缠住你，然后呢，包括呢木属性还会一些，比如撇什么符，这个符呢会让你的这个可能 A 和 B、C、D 啊互相对调，方向呢可能也会互相对调啊，非常烦人。有的时候呢，这个你最可气的是，有的时候吧，你要是如果是上是下，下是上，左是右，右是左也好，那最可气的是右是下，然后呢左是右，然后上是左什么之类的啊，就给你一个神换，你知道吗？一个神倒的你莫名其妙的。好，咱们看现在能打5个追击，再追地一下，再下一套就会死。如果说想要获得这个乌羽的话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帮他挡一下啊，但不是说没有说最简单的方法，只有这么一个方法啊，没有最简单的方法。咱们可以看到，一定要站到他的身前，然后呢，
主公饶命啊！1、2、3、4，一挡好了，这样的话就可以招降曹操了。咱们看现在，你看这把黑色的扇子啊，没有用啊，一个银把。这扇子看起来一定是非常神秘、非常牛逼，但是就是一句话，没有用啊。捡起来这有一个太平，不是太平去了啊，一个道家法典。道家法典和道家秘本呢，个人偏向于，如果说打伤害的话是道家法典，有的时候它打伤害是非常多。偏向这个定平的话是道家秘本，它就是能定平，就是这么个情况。而道家法典呢，它定完平之后呢，由于有旋风，有的时候你一旦发不好啊，它打这个3连之后你接不上招，很郁闷。好，咱们可以看到曹操啊，他手里这他妈才叫倚天剑呢啊！因为曹操手里有2把剑，一把是倚天剑，一把是青钢剑。倚天剑这个震威，青钢剑杀人，但是看它这个颜色又有点像这个青钢剑啊。倚天剑这个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就是红色的啊。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连续的 A， 再 A 一下。但是呢，青钢剑又在这个长坂坡啊，这个被抢走了，所以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咱们看现在反身位这个地方牛逼了，站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曹操是反身位对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实现这个一直在用这个抓好了72万，再打一下。虽然说只有72万，但是基本上赏命呢是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放神器玄武青龙。一个民兵策漂亮，还是2个神器加民兵策，最后孤有何罪啊？然后呢，最后他并没有自杀，而是选择跑了。你看刚才咱们的这个诸葛亮非常猥琐啊，在青龙神器存在的情况下，连续练这个必杀。你看最后呢，这个气儿呢就没了，变成乘以0。所以说呢，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招降曹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曹操这个人肯投降，你说曹操投降了，还有什么三国呀？当然有。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如果曹操投降了，咱不说是真投降假投降啊，咱就是这个游戏这么设计，这样的话三国一统，你说当时也，你说如果真是算华容道的话，他也不能这么算呢，是不是？这样的话是蜀吴对抗，首先呢映入眼帘的就是张飞和周泰。这2个山屯子啊，全是一种类型的武将啊，就是干，就成田火车站那种感觉。但事实上，咱们可以看到啊，作为这个最后一关，咱们这一关呢需要的看点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些各种各样的密室，比如说正上方的密室当中是有一个玄武神器，这个玄武神器呢是需要用一个能让对方眩晕的这个东西啊，然后实现这个让他这个晕眩的时候呢撞出这个玄武神器。而且他有被特殊攻击好几下都不会死，你看正常的胖子打3下就死了，他需要打4下。但是可惜呢，这个玄武神器呢，只有刷分的时候啊，或者说你想打各种各样的无限连的时候有用。但事实上呢，也就那么算了啊。当然还有一点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有一个叫无限神器的这个 bug。当然在咱们这个205版本当中啊，尽管是修复了这个复制，但它还有一个 bug 没有修复，就是说在无限捡衣服的同时，比如说地上有2件衣服，你身上有1件也可以，你就无限的换衣服啊。一顿神换之后呢，你就会出现什么事情呢？就会有这么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说呢，它这个神器啊，或者说是这个兵法就会变成无限的。你比如说，尤其是把白虎神器，如果白虎神器和玄武神器一旦定格了，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实现配合无限连击啊之类的，像比如说牛筋啊，这种各式各样的这个打法都可以，只要他这个不死就可以无限刷分。但事实上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呢，一个人玩的话，可能这个情况呢只能触发1次，就是在这个追击曹贼的时候呢，这个黄盖啊，他扔下了1件衣服啊，这个衣服可以造成了让你这么一个情况。咱们看现在连续的 A， 这个徐晃的单 A 啊，这个血量是非常多的。他单 A 之后呢，由于这个对方体型非常庞大，加上呢他呢并没有实现这个 Y 轴的攻击的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只有在 X 轴的时候，比如说前跑，比如说这个前跑就有攻击，跳过来震一下，这样的话呢，在一震的一瞬间，这边的梦幽呢是承受不住这个力量啊，也不能说承受不住这个力量啊，应该说没血了啊，到那个程度呢就会直接死。跳过来，好的一个跳劈。单 A 之后呢，跳劈 BOSS 是不可能第一时间起身，除非是比如说特殊起身的 BOSS， 比如说像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像比如程昱那起身速度快的就不说了吧。好，可以看到
这边需要注意一下密室，他蹲在哪里？这个有一个传说中的小兵拿着粪叉，他蹲在哪里呢？他另外的那个没蹲在那个地方，你需要打他，这个密室就会开。而且你看他是怎么亮的灯，传说中打是右左左，这样它里面会有一个这个木牛，因为木牛流马呢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木牛，一个是流马。这个木牛比流马稍微牛逼一点啊，所以说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密室打法呢是右左左，不过呢先清之前呢是把这个牛给打掉。但是在这个三国战记2P 当中，你可以看明是右左左，但是在三国战记当中我就不会看了。它也是这么一个闪法，但是你不能按照他那个方法打，具体怎么样呢？这个反正我之前是研究过啊，但是现在忘了，没看这个攻略。但这个群雄争霸就比较简单，咱们看右左左，右左。如果说拿剑的普通剑的话，就不用这个跳起来了啊。好的，这样的话回身一个木牛，如果没有军师的话呢，这个木牛就会变成一个这个威灵仙，也就是人参。木牛呢，其实最大的用处呢，就是可以补给啊，这个在场所有英雄的这个小件儿。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土雷，有一个毒瓶，有一个毒炸弹，还有类似于像什么比如烟雾弹啊，就还有像炸花啊，像这个什么铁珠啊之类的啊，这些东西呢它可以补给。木牛呢可以补给6个，然后流马是只能补给3个啊，所以说呢也是比较重要。咱们看这一关的 BOSS 呢是传说中的沙漠科，蛮王沙漠科。这个沙漠科呢，其实，打起来呢，就是要找一个机会打到背向，利用援军令，比如说像牛筋，然后不仅能刷分，而且也能这个快速的把对方打死。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一瞬间的时候吧，一定要把这个，因为它牛呢是非常讨厌的，一定要在这个牛出来之后啊，这个之前，然后快速的把它打成残废。啊，这一下就摇错了，形成了一个追地。你看，这就是很郁闷啊。其实呢，如果说刚才那一点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接2点，这2点伤害是全点的，然后再打起身，第2点的伤害还是全点的，再打起身，位好的，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正身位，非常危险，赶紧跳出来，这样牛筋是用掉。咱们看看现在这个位置在卡歪轴，追过来一个直击的。不主动攻击的计策，这样的话看看怎么连普通 A 单连，然后冲过来，再普通 A， 效果要消失。想要临走之前放一把这个剑，但是这把剑并没有放出来，野牛再挑一下，非常危险。一个直接的神龙骨水，放一个定屏的招式，传说中的铁莲花，然后马上一个正要 A， 这个铁莲花加上定屏招式啊，打血是非常多的，是全点。就类似于像那种这个刀塔里啊，还不是什么类刀塔游戏啊，就是说以中间为中心，向四方呢是散发一个能量波，比如像梦三国，你们看过没有？有个叫浦原的啊，就类似于那种类型的感觉。你定屏之后呢，放得准，这样的话炸的就是全点的血量，并不是刺春的1点的血量，你懂的啊。当然，这个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呢是有一个叫做吕布的降将。这个吕布的降将是需要怎么捡呢？就是需要把上方的这个雷电的这个敲电的这个电引到咱们的下方密室当中啊，然后引到这个密室当中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吕布的这个环节。但是打完吕布之后呢，缺点就是不能再打真吕布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想要打真吕布的话呢，就不要进这个密室啊。好，这边小铁坛子兵呢，我们小的时候称之为滚刀肉啊。这个小铁坛子兵呢是非常给力的啊，它呢有的时候会保持无敌的状态，而且防御力特别高。最主要的就是它能够这个打你血特别多啊，而且就是不能说判定，应该说攻击欲望非常强烈。当然打的方式呢，比如说像刚才这种可以打转身，或者说是用降将啊那种攻击力特别强的，比如说像许褚之类的。咱们看这边有一个带毒的蝎子，像许褚这样的话，只要单 A 一下。啊，就会全部打死这个坛子兵呢，这个但是用这个用这个许褚去了，许晃啊，用这个招降武将一定要声明一下，他没有衣服，也就是说呢，你要招降这个武将的话呢，缺点就是说呢，就可能就会缺点就是没有这个，对吧？没有这个防御力。这边引雷也要注意一下，引雷的话来电这个左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引雷一定要注意，这个引雷的话呢，千万不要把自己电了。
这个雷呢电过一次之后，尽管它有图形，但是它没有判定，也就是说呢，它电过任何的一个东西之后呢，它就没再有这个伤害了。但是由于这个对方目标比较大，而且是在天上，只要你呢跟它保持 Y 轴，引完雷之后，然后呢，基本上你看像这种情况电的就是它，而且电一下血量非常多。一个虎痴来也，咱们看看，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情况，想要用虎痴坐下的那一点来打他，还是要勾引这个电比较实惠一些。再电一下，基本上电2下就差不多了。好，他放这个 hair 呢是，好的，还有1下，咱们看看怎么去勾引。好的，再勾回来，哎呀！这个非常漂亮啊，正好的就把这个佐斯给电死了，还能捡一个军令状。军令状呢就是加这个援军的这个次数，这样的话呢出去之后呢清完这些什么熊啊、什么铁甲兵之类的。你看孙权一个江南之地，怎么还会在店里面养熊呢？咱也不知道咋想的啊，手怎么那么黏呢啊？这个事儿高低咱不行，而且这个熊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熊还真的是左撇子。人都说这个北极熊是左撇子，咱们再战金牌。捡完这个金牌之后，非常牛逼啊！就是你看满天带电，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吕布呢，它是有3种属性，一种是攻击属性啊，那没啥好说的；第2种是兵属性，第3种是电属性。这个兵属性呢，就是主要的防御力是兵啊，它有很多兵啊，所以说你用兵属性的东西打它，几乎就是不费血的。然后电呢，它也有一点点，电打它血也不多，但是它怕火啊，这个事儿你们懂的。但真吕布呢，由于他总体防御力太高，好的一个直击的白虎神器，蹬一脚打2下，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虽然说呢白虎神器放着它不能主动攻击，但是呢现在它的血量啊将近了4管多的血量啊，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个白虎神器才打了这么点血，一个挑空看看接不接招。好的，他想要接无敌，这一招呢瞬间就可以秒杀掉咱们的玩家。不过缺点就是说，只要下蹲就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定平之后，一个小铁莲花，2次小吹地。好的，2个人都拼这个霸体。再定，好的一个直接下 A 起手。你看这个真吕布啊，倒地之后马上是一个假影换身，再放一个铁莲花接上过来，挡打1点追地没有成功，再回身位。正腰 A 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属于霸体的感觉啊，因为2个人对招的时候呢，他有一定的冲劲儿，所以说跟吕布对拼也不算太吃亏。好的，吕布呢过完这个3管血之后呢，开始无限的放这个雷，再定住平找一个机会，一个铁莲花顶过来单 A 一下，再单 A 一下追地。咱们可以看到回身，在等对方打身后的时候呢，回身一个正腰 A， 抓的时机非常好。咱们看现在真吕布血量也不是很多，再定住，这样的话要差不多了，一个小铁莲花。你看这个血量，基本上也可以说再给一次机会，定住平，再回身就这么打。好的，这个真吕布的霸体效果确实有点弱。好的，这样的话开启了爆气模式，但是他的血量已经不多，还有1颗气。最后呢还是回身单 A， 诸葛亮拿火扇啊，确实攻击力非常的爆棚。这样的话这边呢也是一命通关成功啊，最终也是省了不少宝，加上一个神龙骨水。我说你这神龙骨水何苦来呢啊？当然这个神龙骨水呢其实也可以直接扔给这个叫什么张合，就是很可惜少招降了一个武将啊，这是最郁闷的。不过呢也就是挺好了，咱们这次呢有一点点小遗憾，不过不要紧，咱们再接再厉嘛，好吧。好，咱们今天的视频呢也是暂时到这里结束了。最后呢操作者是林红蝶啊，来自于咱们三国战将2P 的一位高手。那么今天的这个诸葛亮智孔明一命通关也是到此结束，咱们废话不多说，下期再见。